你见过烂尾的铁路吗？在河北省就有这样一条烂尾的铁路——遵小铁路。作为河北省的一条地方性铁路，遵小铁路连接着两条国铁，起点为位于唐遵县的遵化南站，终点为位于锦城铁路的小泗沟站。遵小铁路曾经被河北省列入重点建设工程，却因为种种原因在遭遇施工困难而被搁置。那么，为什么要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呢？河北省是我国仅有的一个有着多种地貌的省份，集齐了高原、山地、平原、丘陵、盆地、湖泊和海滨。也因为丰富的地貌，使得河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目前已经发现的矿产达到153种，其中矿产资源量排名全国前5的大概有40种。其中，唐山市和承德市的矿产资源储量都比较丰富。唐山市是国内焦煤的重要产区，煤炭保有量达到60几亿吨，对于唐山市的经济有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铁矿、金矿在唐山市的储量也很可观，而承德市的矿产种类多达90种，已经探明储量的共有59种。两个城市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不便利，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正是基于这个背景，2006年遵小铁路建设的项目获得了省发改委的核准，并于2007年9月正式开始开工建设。遵小铁路线路总长度为121.849公里，承德市境内的铁路段长68.3公里，分为宽城和平泉段2期工程。其中宽城线境内总长度约44公里，平泉线路段长约25公里。唐山市境内的新建线路总长18.359公里。铁路的修建还包括改造和整修线路，共计35.243公里。这段改造线路位于遵化南到迁西到马寨的潘家口水库。河北遵小铁路建成后，运输能力达到每年710万吨，原本预计总投资16亿元，承德段投资10亿元，其中平泉段投资约2.7亿元。但是到2018年重启时，项目总投资已达到33亿。平泉段铁路涉及到南50家子、小泗沟、党坝3个乡镇。据平泉市政府2009年的报道称，平泉县的线下工程到2009年11月份已完成90%，原本预计2010年6月份具备通车条件，并于年底正式投入运营。但是实际上到2012年11月，遵小铁路平泉线的最后一个重点控制性工程黄芥子铺河大桥才完成浇筑。至此，平泉线工程全部完工，预计2012年底实现全线贯通。但是在即将全线贯通之际，这条承载着河北省人民万众期待的遵小铁路却在2013年停工，现如今已经杂草丛生，铁路沿线的施工设备有些已经放得锈迹斑斑了。根据政府的报道，遵小铁路的停工主要是因为唐山段铁路压矿补偿难以协调，与国铁接轨的方案未能落实，后方国铁通道运能限制，预期运营存在巨额亏损风险等多方面的原因。上面这些因素同时也对投资方的信心造成负面的影响，投资方信心不足，导致建设积极性不高，建设资金短缺，因此工程一度停工。随着国家公转铁运输结构调整政策的深入开展实施，时隔5年后的2018年，响应国家政策号召，遵小铁路项目重新启动。但当前项目的推进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需要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促使遵小铁路公司破产重组。遵小铁路建成以后，将会把唐山市的遵化、迁西以及承德市的宽城、平泉4个地区连接起来。这条连接着唐遵县和锦城县的铁路建成以后，将使河北省的铁路网乃至整个京津冀的铁路网更加完善，尤其是在唐山和承德之间建立了一条直接的联系通道，填补了国铁在两地之间的空白。河北的遵小铁路一旦建成通车，将会极大的改善大宗货物运输困难的问题，打破唐山、承德两市的基础设施制约。遵小铁路的修建也将为河北省打通内陆至金塘港等沿海港口及地区的新通道，扩大金塘港对于冀北地区、蒙中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等地的影响力。但是要真正发挥遵小铁路建成以后的积极作用，还需要对当前铁路方案中存在的薄弱的环节进行改造和完善。
尊小铁路主要服务于沿线企业的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工作，并承担东北、京津冀地区以及内蒙古之间的货物交流工作。但是，当前既有的线路遵化南到碾子峪以及宽城到小泗沟段的线路运输能力也存在较大的缺口，根据预测，无法满足货物的运输需求，因此有必要进行扩能改造。尊小铁路采用单线半自动闭塞方式，到发线有效长度为450米。对此，常用的扩能改造措施有增设会让站，采用大功率机车提高前音质量，延长到发线有效长度以及电气化改造等。有铁路工程设计师认为，针对尊小铁路的情况，应采取内燃、电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扩能改造。因为遵化南到三屯营区段的货流运输密度较大，且运输方式以沿线钢厂和塘沽线之间进行跨线直达为主，因此对尊小铁路进行改造的同时，应当维持既有的单线方案，对上述区段进行电气化改造，并延长到发线有效长度至1080米，采用大功率的机车进行牵引。而三屯营小泗沟区段则应维持内燃机牵引，但应当采用大功率的内燃机车牵引，将到发线延长至550米，在近期增设一个会让站。相信凭借着政府重启尊小铁路工程的决心以及对该工程的重视，同时对区段进行扩能改造，在尊小铁路升级完成以后，一定能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